间舞刀花3000。真火燎原，中间重现，奔雷盘平地深夜，赤霄剑斩千难万险。看天道回转，掀翻太过风清泉，是与非，对错谁辨？乱剑当闪电，平天莫乱，谋算推演有几番。孤帆尘人间，手段离合山长难。他万般十年生死一线牵，他万世劫缘纵横中笑谈。历九族指点凌霄破魔怨，迎风雷烈眼珠血在一掌。他浴火涅槃遮天万光澜，他命数不凡虽永恒虚幻。斗转剑，以他变遮天关。但别忘了，这是在我的神库。这荒古圣体竟如此霸道强悍，哪怕是最后一道天劫之雷都难以损伤。叶晨幸得荒古圣体传承，必当奋勇勤进，不坠陈战前辈威名。魂消夜散花溪月，残尘易老一悲凉。孤风飘零栖楚雨，萱草忘忧满世上。苍生何怨，苍天何怨？犹曾望奈何桥上有军影，却不见三生石上有清明。只是看自己纹路，至少有800年了，也不知哪位前辈这么有心情。啊，真是怪了，这诗居然有我和师傅的名字。如此妙诗，回头带回去给师傅看看。我以为你走了，而且当时吸收也无法停下来。都是借口！你还我本源！什么破石头也欺负我！我捡到的就归我了。归你，归你。嘿嘿，丑八怪，你后悔吧！这可是玄苍玉剑，炎黄的圣主之剑。炎黄，圣主之剑。北楚疆域辽阔，有诸多强大的隐士势力。炎黄就是曾经让嗜血殿都不敢争锋的势力，而只要戴上这枚戒指，便能成为炎黄圣主，统领整个炎黄。曾经？好像现在分裂了。不过等我成为圣主，便会一统炎黄。嘿嘿，到时封你个御前牵马总管。什么破戒指，怎么戴不进去啊？我的戒指！本源没拿到就算了，连个戒指都欺负我，不想活了！
别哭了，只要还在神窟，就不怕没宝贝。现在的我，灵虚境内无敌。那些修士从神窟传送出来了，叫齐人马，大家一起上！小灵王，看来传送出来的地方是随机的。不过那小东西应该会找过来吧？丑八怪呢？得快点找到他，宝贝还全在他那儿呢。叶小子，你终于从空间黑洞出来，荒古圣体，半月未见，你怎么会有如此逆天血脉？龙爷，这说来话长，只能说机缘巧合吧。岂是机缘可言？你是老天爷的私生子吧？要知大成荒古圣体有匹敌大地的战力。匹敌大地？这离你还太遥远了，而且你只继承了荒古圣体本源，没有继承其神藏。神藏？还记得玄灵之体吗？凡逆天血脉，必有专属神藏，里面传承着天赋神通。荒古圣体之所以能匹敌大地，除了有霸道逆天的气血、肉身及恢复力，更有其专属天赋神通。现在没有，以后也许机缘巧合找到了呢。别人无不信，你无是信的。我既已从神窟出来，也得到了荒古圣体本源，便该让尹志远和正阳宗他们血债血偿了。尹志远不足为惧，但正阳宗作为南楚三宗之首，别说你，即使倾尽横越之力，也未必是对手。若我能联合不弱于正阳宗的势力呢？月儿，选拔族内弟子参加禅院会盟一事如何了？勉强凑齐2人，离9个人选名额相差甚远。加你也不过3人，可惜你2个妹妹跟你娘外出有事赶不回来。父亲，为今之计，只能如历年般对外招募人手助阵了。宣布出去，昊天世家将拿出300万灵石招贤纳士。如此重金，爹你是想招来大楚年轻一代风云榜上的天骄来助战吧？风云榜每10年更新一次，不看修为，只看战力。但能榜上留名，必是实力强横之辈。事不宜迟，我马上去办。若晨儿还活着，我昊天世家何须招人？上代炎黄圣主离奇失踪的背后，炎黄势力突然一分为5的惊变。炎、天、地、玄、人5皇彼此的交战，这究竟是惊天的阴谋，还是说重点？这炎黄作为北楚隐秘势力，我们普通人哪知道具体情况？这小子，仅从这流传在外的消息就能看出，炎黄这潭水很深啊。再深也要探一探，只有收服炎黄这股势力，才有对付正阳宗的本钱。但也不必贸然行事，先找个了解5皇势力的，打听一下情况。可知这炎黄有哪些交好势力？这个昊天世家正在终极招募参加禅院会盟的人手，快！昊天世家，公子，这昊天世家好像就是与炎黄交好的世家之一。那禅院会盟是怎么回事？在北镇苍原每3年，袁家、阴阳世家和昊天世家便会举行一次禅渊会盟比赛。这比赛由3家年轻一代的弟子进行对决，也可邀请外界的年轻高手助战，以胜数来和平划分北镇苍原的地盘。看图，我认输。
父亲，此人叫方琦，无门无派，却凭自己悟出一套风雷符，跻身风云榜第83名。一介散修能有此实力，在年轻一辈中也属不凡了。好强啊！你以为风云榜上谁都能上？还有哪个敢来与俺一战？不过区83名，便如此目中无人吗？是风云榜第69的李修明，他竟然也来了。听说他前年独闯黑龙寨，顶着近百邪修围攻，以灵虚6重修为，击杀了灵虚9重的头目张龙。若能招募他替昊天世家出战，必能再添胜数。那是俺正好知道，分明是你那准天境师傅长天真人，先出手将那些人修为封住。呸！俺最看不起那种玩阴招的小人，竟敢对我师尊轻蔑，找死！负向风雷！哼！你在找我吗？风窍结穴！乱废的代价就是好好的做个废物。太狠了吧！这方琦废了。快，派方琦下去医治。是。胜负已分，晚辈愿为昊天世家助战，且不收任何报酬。都说北镇苍原有2轮明月，一是天上月，二当属昊天世家的诗月小姐。家师长天真人此番让我出来，除了魔力之外，更是想我找到一位才貌双全的道侣。什么免费？想财色兼收呢？嘿，无耻！说起来，上届澶渊会盟，昊天世家只划分得北镇苍原2成封地。这届过后，怕是3大世家只剩下2家了吧？昊天家主真的不考虑下吗？李公子实力高强，当属如意夫婿。月儿，这李修明行事心狠手辣，绝非良配。女儿知道，但诗月受父亲和家族养育庇护之恩，理应为家族贡献自己一份力。不过李公子，诗月要嫁的是今日招募比试中最强之人。这简单，今日这个最强，我李修明要。有哪条杂鱼不服？这也太嚣张了吧！谁杂鱼呢？啊，说话吧，谁是杂鱼啊？真不会说话。既然遇上，就看看吧。谁杂鱼啊？狂啊！就是嚣张，说啥东西啊？嘿，装模作样，快点吧，杂鱼！诗月姑娘还等着我。不知为什么，总觉得你这张脸很欠打。是你面具之下那张脸过于丑陋而嫉妒吧？报上名来，我李修明不打无名之辈。我叫野打狗。牙尖嘴利，看我把你牙一颗颗敲下来！你找死！有点意思。好霸道的刀意！你到底是谁？不是说了吗？我叫野打狗。五毒摧心蛇剑，是能用万条五毒摧心蛇炼成的本命灵器。等死吧！五毒俱焚！小心！比起打蛇7寸，我更喜欢打爆蛇头。
一拳打飞李修明，难道他也是风云榜上的？你定是风云榜上第99名的秦羽吧？明日禅院会盟比赛就拜托你了。这个规则甚是不错，我觉得还可以更快捷一点。你们阴阳家的一起上吧，袁家也一起上吧。我看你还能嘴硬到什么时候？玩刀，学不会是吧？青云向晚，月落孤山。当时少年渐心远，一别春秋，孤身复见。人心千面，阴谋测算，悲与欢，皆如云过眼。善恶在他掌中化烟。天地阴阳玄机变，但海乾坤自流转。再修道化万千，再度红尘无边，如魔仙。轮回化